指挥使府三小姐入宫。不要！时辰已到，爹，不要！三小姐上轿。好妹妹，别等了，这上好的姻缘，姐姐就让给你了。等他日你飞黄腾达，到时候可别忘了姐姐啊！放开！吉时已到，起！二小姐，奴婢陪您去。姐姐，我终于可以为你报仇了。晨儿，我下去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宫廷之中危机四伏，妹妹要做那涅槃的凤凰，再也不被人欺辱。哎，你们说明天穿什么衣裳才能被皇上宠爱啊？就你还想争宠？当然了，只有得到皇上的宠爱，他才能允许我随时进出御膳房。刚进宫就想争宠啊？我可听说，前段时间那位刚进宫不久的沈贵人，就是因为成了皇上的新宠，被贵妃娘娘给毒死了。啊！贵妃娘娘的母家和林姐姐的母家一向不和，林姐姐，此次入宫可要小心喽。我会怕她？一个贵妃而已，本小姐还不放在眼里。在殿选前，几位小姐就先住在储秀宫。各位姐姐，要不要吃？笑什么笑？离我们都远点，真晦气！进宫前，我父亲就告诉我，皇上偏爱红色，别怪我没提醒你们。明日若是你们谁敢穿红色抢我风头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姐姐，我听闻贵妃娘娘最喜欢红色，如果你穿红色，会不会惹来贵妃不喜啊？放肆！我堂堂右将军嫡女，穿什么衣服还需要她同意？小姐，您身上的红疹是怎么回事啊？那林小姐看起来就不好相处，您干嘛还提醒她呀？好心还没好报呢。谁说没好报？林姐姐，您穿红衣服真好看。是吗？贵妃娘娘到。贵妃娘娘万福。这位妹妹是哪家的？穿的倒是喜庆，走过来给本宫瞧瞧。回贵妃娘娘，臣女是右将军府嫡女林千金。好名字，等皇上该等急了吧？可惜等来了本宫。来人，把这个小贱人的衣裳给本宫扒下来！不要！不要！你什么身份，也配穿红色？我是右将军嫡女，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？右将军嫡女？太阳只有东升西落，哪里分什么左右将军？本宫觉得这殿内的柱子还不够稳。来人，自掏自进的。不要！我不要！你们放开我！行了，把人处理了吧。看在两家交情的份上，给右将军留个全尸。皇上有事，皇后身体抱恙，不便出宫。
你们入宫一事已全权交给本宫操办。各位觉得本宫刚才的处置可对？臣女觉得贵妃娘娘处置得甚好。那林千锦的父亲不过是于将军的下属罢了，他也配穿红色？说得好，吩咐下去，今晚上放上他的绿头牌。谢贵妃娘娘，谢贵妃娘娘。其他人都穿得艳丽纷呈，只有你衣裳简朴，指挥使庶女，你这是何意啊？不敢欺瞒贵妃娘娘，臣女只是指挥府庶女，地位卑微，若不是嫡姐身体不好，本是轮不到臣女进宫的。你倒是诚实，就是这一身疹子，真是晦气的很。以后少在本宫面前晃悠。是，你就和袁杜芳住颐和轩，其余2人降雪轩。是。我们是不是可以留下来了？太好了！高兴个什么劲儿？林千锦的血还在柱子上没干呢。怕什么？今日他得罪了贵妃娘娘，被刺死都是活该。姐姐说的对，日后妹妹和姐姐共处一屋，若妹妹犯了什么忌讳，还请姐姐多多提点。离我远点，真是晦气。袁答应，您别紧张，秀女里的殊荣，您还是头一份呢。小主真厉害，才侍寝半月就当上了贵人。本宫就是来享福的，难道要和隔壁那个丑女一样，整天在宫里自怨自艾，颓废不起吗？站住！手里拿的什么？回娘娘，天气越来越冷了，奴婢去领了我家小主的炭火。去，把那个炭火给本宫拿过来瞧一瞧。是。给我！就是我们家小主的，你们怎么能抢呢？就凭本宫是贵人，他是答应，再废话就打断你的腿。原来是最呛人的烟炭，果然是下贱货色，这也能用得惯。捡吧，如果不捡的话，你们主仆2人这个冬天可就要冻死了。本宫的鞋脏了，你给本宫好好擦一擦。玉珍给姐姐请安，姐姐这是做什么？怎么，来给你的狗做主啊？还请姐姐恕罪，是妹妹的丫鬟不懂事，妹妹一人独守空房，少些炭火不要紧，倒是姐姐夜夜和皇上温存，要紧得很。这些炭火您拿去便是。算你识相，不过本宫看不上你这烟炭，你就捡回去自己用吧。是。与其哭哭啼啼，不如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。打蛇得打7寸，想要报复一个人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夺走他最想要的东西。墙头马上遥相望，一见知君即断肠。你是哪个宫的宫女？你吓死我了！你是谁啊？你怎么光着脚啊？你不会是在受罚吧？
小宫女，你能不能往好处想想？快，你看今晚的月亮好圆啊！听说圆月住着月神，可以聆听信徒的愿望。月神在上，信女玉贞自那年在城墙看皇上凯旋，便心生爱慕，不求能和皇上长相厮守，但求皇上安康顺遂。你看着我干什么？你不许愿吗？我没有愿望。真是奇怪的人。你没有欢喜之人吗？我去那边看看。是。我先回去了。小宫女，明晚的月亮会比今晚更圆。城墙马上遥相望，一见知君其断肠。皇上，该回去了。哎呀，小主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奴婢都要急死了。急什么？我跟你讲啊，方才我遇见一个很有意思的侍卫，我还跟他一起许了愿呢。小主，宫中规矩森严，您这要是被人发现了，可是私通的大罪啊！放心吧，我只不过是在深宫中寻些慰藉而已。明日我一定会小心的。什么？猎物要上钩。小侍卫，你果然没有骗我，今天的月亮真的比昨天圆啊！千真万确，昨夜臣妾亲耳听到那玉贞竟和侍卫私通，真是丑人多作怪，敢祸乱后宫，本宫岂能轻饶了他？贵妃娘娘您瞧，这天高地广，真是好大一张床。猎物上钩，这贱人还真在此私通，生了天大不成？去，把这个秽乱后宫的贱人给本宫拿下！参见贵妃娘娘，是臣妾的错，请贵妃娘娘饶了这个小侍卫吧。私通侍卫，秽乱后宫，这可是死罪！你居然还敢为他求情，真是不知死活！还不快把这个奸夫给本宫拿下！不要！说谁是奸夫？皇上，怎么是您？皇上恕罪，臣妾不知道是你。是袁贵人给臣妾出的馊主意，是他诬陷玉答应偷人，臣妾是受了蛊惑。朕是奸夫，那袁贵人，你是什么？淫妇吗？皇上，野德顺，奴才在。传旨，贵人袁氏搬弄是非，蛊惑宫妃，贬为常在。皇上，是。皇上，臣妾知错了，是臣妾一时鬼迷心窍，还请皇上饶了臣妾吧。朕知晓，掩耳单身，受人蛊惑，以后莫要惹。皇上明鉴。既然玉答应早与皇上有了情恩，今晚不如就让玉答应侍寝。皇上觉得如何？娘娘，
臣妾当真不知那贱人竟勾上了皇上。眼下皇上大动干戈，还降了臣妾的位分，臣妾该怎么办？蠢货，犯下大错，遭皇上厌弃，还险些害了本宫。可娘娘将皇上推给那玉珍，若那贱人得宠，一个满身红疹的女人，纵使样貌出众，皇上也看不上的。昨晚可没见你胆子这么小啊！臣妾昨晚冲撞了皇上，还请皇上恕罪。朕有这么可怕吗？把你吓成这个样子。罢了，到这边来，给朕研墨。是。你的手怎么了？臣妾因身体不适起了红疹，恐污了皇上的眼。罢了，身体不适就别侍寝了。是。皇上也早些歇息吧。没事吧？明明红疹已经消退，你竟敢诓骗朕！皇上恕罪，臣妾怕承宠。为何？臣妾进宫，只想远远的看皇上一眼便好，不敢有非分之想。你这话不诚实。朕要听实话。皇上恕罪，是因为臣妾的阿姐容貌美丽，被嫡姐嫉妒。长大以后，嫡姐竟还要用火烧阿姐的容貌，臣妾是怕遇到这样的麻烦。既进了宫，那你便是朕的女人，朕会护着你的。皇上，臣妾帮你洗吧。秀色掩金骨，荷花羞玉颜。皇上，说是害怕，就抱紧朕。师傅，我听说这位娘娘身上有红疹，皇上怎么没有把她赶出来啊？这说明咱们这位娘娘她有本事。以后啊，你小心伺候着。哦。娘娘不好了，听说皇上留下那个丑女侍寝了。什么？他居然没把她赶出去？娘娘，皇上对您的宠爱可不是那个丑东西能比的。谁知道他用了什么肮脏的手段把皇上罗了下来？不如您想法子把皇上抢回来。哼，我现在去补妆，你立刻把皇上给我请回来，就说我是。玉珍，你害我得罪贵妃娘娘，如今我也不让你好过。哼！
李公公，求求您进去通禀一声吧，我家小主都烧糊涂了，就想见皇上。小声点儿，皇上已经安寝了，姑娘你还是回去吧。皇上，袁姐姐恐怕是刚才在竹林里吹了风，要不您还是去看看她吧。生病了就去找太医，朕又不会看病。李德顺，既然袁长在烧糊涂了，就让他到院子里吹吹风，清醒清醒。我站到3更不许回去。是。都听见了吧？姑娘还是回去吧，莫让袁长哉呀耽误了时辰。皇上，你这样会不会伤了袁姐姐的心啊？与其担心她会不会伤心，倒不如担心下你自己会不会伤身。皇上，你又取笑臣妾。怎么办？这样害羞的样子，让朕爱不释手。从今以后，宠爱、权力、地位，我都要。旧梦依稀，往事迷离，春花秋月。起得这么早，不疼了？要不再试试别的？皇上莫要再取笑臣妾，臣妾还得回去陪袁姐姐呢。你呀，就是心太善了。罢了，朕让人送你回去。多谢皇上。要是有人问起你身上的红疹，就说朕让太医给你医治好了。臣妾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你放心，出了这个门，朕就晋封你为长宰。皇上，臣妾就是想请您不要给臣妾晋升位分。臣妾自知地位卑微，能得到皇上的宠爱，臣妾已经很知足了，不想再多生事端。哎呀，皇上，您就当是在保护臣妾，好吗？好，朕就依你所愿。皇上，臣妾要的可不是区区常在之位。小主，小主，好消息！哼，好消息！本宫昨夜在冷风中吹了一夜，而隔壁那贱人怕是要升贵人，比本宫位分还高，算什么好消息？小主，奴婢刚刚听说，皇上昨天晚上并未给玉大人进位分，还是大人。什么？恩宠一夜却无名分，本宫作为姐姐，怎么能不去关怀一下妹妹呢？玉答应，玉答应慢走。李公公，这是……这是皇上命奴才给您的礼物。多谢皇上。真好看。玉珍给姐姐请安。得了红疹还能伺候皇上？皇上已经让太医给妹妹做过针灸了，妹妹现在已经好了，谢谢姐姐关心。看来皇上是真喜欢。姐姐比玉珍多伺候皇上半个月，若论起喜欢，
妹妹怎么能比得上姐姐呢？巧言令色！昨晚若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会被贵妃娘娘责怪，被皇上责罚？姐姐还给臣妾吧，这是皇上赏给臣妾的。你一个小小的答应，皇上怎么会把这么贵重的镯子赏给你？一定是你偷的！我让你偷，这么贵重的镯子，你根本就不佩戴。这就是你得罪我的下场。小蝶，看着他，不跪着减满3个时辰，不准起来。皇上有旨，今夜还是翻玉答应的牌子，请玉答应做好准备。李总管有所不知，我家小主受了风寒，怕是难以侍寝了。既然如此，那请玉答应好好休息，我这就去回禀皇上。小主，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回了。小主，你就喝点药吧，您这么病着，可如何是好啊？我就是要病着才好。小主，奴婢听不懂您在说什么。他说要护我周全，可如今我百般退让，他却还是护不住我。一个男人只有对一个女人产生怜惜，才会心疼到他的骨子里。1个时辰过后，你去找袁度方，就说皇上要来探你，找他借些纸。他怎么会借啊？没准还会找事儿呢。我就是要让他找事。不要过来！滚开！不要过来！袁承载，我们家小主已经知错了，他还病着，求求你放过我们家小主吧！你个丫头，也别跟我说话！袁姐姐，实在是臣妾手头拮据，还这般狼狈，不得已才向您借些纸本修补气色。小主！过来！都病成这样了，还敢勾引皇上？袁姐姐，袁姐姐，你误会了，臣妾自知身份卑微，不敢勾引皇上。误会又如何？你这个低贱的庶女，本宫就是看不上你。小主，袁姐姐，我不要脂粉了，你放过我吧。小主，好啊，只要你自毁容貌，本宫就放过。皇上驾到！姐，小主，你不要杀我，我愿意自毁容貌。姐姐，我愿意自住手！来的正是时候。这是在干什么？皇上冤枉了，是玉檀一陷害臣妾，臣妾根本没想伤他。起来。李德顺，宣太医。是。皇上，您还是离臣妾远一点吧，臣妾把病情过给您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在为朕着想，朕要是不来，怕是要被这个女人给搓磨死。皇上明鉴，皇上，一切都是玉大营策划的，你要相信臣妾啊！当朕聋了吗？朕方才亲耳听到，你要毁了朕儿的容貌，
元长是桃李满天下，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你说呀，明明是你家小主自己撞上来的，我根本没动手。元姐姐，求你放过佳音，你不要为难了佳音，好不好？你个夏天皮子，都说呀！皇上，是臣妾刚刚不小心自己撞上，觉得你不要怪元姐姐。够了，孰是孰非，朕心里清楚。正儿，若是善心过深，只会害了自己。至于你，今早摔碎朕的赏赐在前，又罚跪欺辱朕儿在后，传旨，元常在以下犯上，降为答应，即日起千不一分轩。皇上，我爹曾是您的老师，也不能这么狠心啊！皇上，朕昨晚还向你保证，不会再让你受到伤害，今日便食言了。皇上，臣妾地位卑微，元姐姐欺负臣妾也是应该的。你呀，来人，在，传旨，晋玉答应为贵人。是。既然你步步退让，还是会被欺负，朕就让这河宫上下都知道，朕就是你的靠山。谢皇上。真的不用朕留下来陪你吗？皇上，臣妾是真的不想把病气过给你。那你早点休息，朕先回去。恭送皇上。小主，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事，你为什么不把皇上留下来啊？想要留住一个男人的心，最下乘的办法是千依百顺，而最上乘是求而不得。贱人，别得意！小主啊，你居然敢打我！怎么了？打你还需要挑日子吗？如今我为贵人，你为答应，本宫打你是你的福气。原答应一路走好，夜里没有炭火的时候，可不要冷哭哦。玉珍，你给我等着！娘娘息怒，才2日功夫，那个小贱人就成了贵人，皇上还让御用的太医给他治病。哼，本宫还真是小瞧了他。娘娘，原答应求见。才刚射到那个小贱人，刀就递到手里了。让那蠢货进来吧。这还请娘娘为督房做主啊！臣妾真的没有害那个贱人。就算你没有又如何？重要的是皇上怎么想。可现在皇上根本不听我解释，就像被那个贱人下了药一样。大胆！如此胡言乱语，就不怕隔墙有耳？娘娘恕罪。那倘若你有了证据呢？这是烟笼香，皇后患有喘疾，闻此香便会发病，皇上便下旨河宫上下慎饮此香。娘娘的意思是，明日便是斋节，每年都要提前去念经祈福，能不能扳倒玉珍，就看你的本事了。多谢娘娘指点，臣妾明白了。娘娘这招借刀杀人，1石2鸟，着实用得漂亮。只是这原答应能成吗？成不了。本宫也自有1万种手段，让那贱人
生不如死。小主，不是说嫔妃们是卯时来祈福吗？怎么看着好像没人啊？我们进去看看。嗯。贵人御史参见皇后娘娘。本宫不是让你们辰时再来吗？玉贵人怎么来的这么早？也罢，既然来了，就一起祈福吧。是。娘娘，各位娘娘都已经在殿外等候了，准备准备，让他们进来吧。是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您没事吧？您没事吧？娘娘，娘娘。皇上驾到，贵妃娘娘驾到。皇上万福金安，贵妃娘娘万安。皇上，皇后的喘气已多年未曾复发，今日怎会如此？皇上，臣妾没事。哎呀，皇上在此，你怎么回事？皇上恕罪，娘娘恕罪，是臣妾忽然想到了一事，这才缓了神。什么事？回皇上，今日臣妾与玉贵人同处一宫时，曾见玉贵人托人从宫外带回了烟笼香。皇后娘娘身患喘疾，遇烟笼香便会发作。大胆！玉贵人，你胆敢用此物谋害皇后，该当何罪？皇上，臣妾冤枉。事关重大，未免冤枉他人，此事还需彻查。李德顺，奴才在，仔细排查坤宁宫。是。皇上，找到了。这东西是从哪个屋子搜出来的？在玉贵人的蒲团下找到的。来人，把这个盒子给本宫打开！不能打开。玉贵人若不是心虚，为何不敢打开？有些人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皇上，臣妾与玉妹妹无冤无仇，臣妾相信玉贵人不会害臣妾。那个盒子可否拿来让臣妾看看？慢着，这盒子里的烟笼香对皇后不利，还是把盒子交给臣妾吧。贵妃娘娘，贵妃娘娘不要，这盒子不能砸，臣妾知罪，这盒子真的不能砸呀！不要！臣妾就知道，是我们冤枉了玉贵人。
以鲜血为墨，为皇上和臣妾祈福。如此多征兆，不知要用多少血，玉贵人的身子怕是都要亏空了吧？玉贵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回皇上，臣妾知道皇后娘娘凤体欠安，常年缠绵病榻，还要早起为国祈福，臣妾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，也不知道怎样才能为皇上分忧。后来听闻，以血写祈祷经文可以保人百病不生，所以便行了此法。只是这经文有灵性，不能轻易示人，否则就功亏一篑了。皇上，是臣妾无用。你怎么这么傻？把这经文都烧掉。一切自有天定，以后切莫再做这种事了。皇上说的是，本宫为国祈福都是应当的。袁大爷，你可知构陷嫔妃是何罪？皇上饶命！皇后饶命！是臣妾一时糊涂。皇上饶命！皇后饶命！是臣妾一时糊涂。皇上，皇后娘娘，我想袁姐姐应该也不是故意的。呀，姐姐，你的手！烟老相处之沾染喉痕难以消除，原来这幕后主谋竟是你！皇上息怒，臣妾觉得此事关乎到祈福，还是应当先查清楚，看看其中有没有其他隐情。回娘娘，没有隐情，就是我狠毒了玉珍，一个只会使的庶女，凭什么在我头上作威作福？如此蛇蝎枉为人！来人，人是谋害皇后、构陷嫔妃，屡教难改，赐自尽。皇上，臣妾只是一时糊涂。皇上，贵妃娘娘，贵妃娘娘，替我求求庆安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！皇上明鉴，臣妾虽与袁氏有些交情，但此事真的全然不知。真信你不知，但你作为贵妃，有协理六宫之权，袁氏的事，你也有责任。皇上，过些时日便是祭祀大典，这几日你就陪着太后好好烧写经书吧。后宫之事，交由皇后处理。是。珍儿，方才是朕冤枉你了。过些时日的祭祀大典，你也一同前去。祭词也由你来撰写。皇上，他只是个贵人，怎能撰写祭词？谢皇上，只是皇上，我和袁姐姐同住一宫。你若是要求情，就免了吧。皇上，罢了。朕看在你们二人一同入宫的份上，就许你去送他一程。谢皇上。你们这些贱奴，知道我爹是谁吗？你爹是袁长史，而你是长史嫡女。下去吧，本宫好好送送袁姐姐。是。玉贵人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对你构不成任何威胁，求你跟皇上求求情，饶我一命，好不好？放过你！你想谋害皇后嫁祸给我时，
可曾想过留我一条生路？你怎么知道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本宫早已接到皇后的旨意，辰时去佛堂祈福，可你却来告诉本宫错误的时辰。殊不知，本宫在那时便闻到了你身上烟卤香的味道，后来又在佛堂闻到。小主，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？是烟卤香。既如此，那本宫便陪你们好好。雨珍，说起来，本宫还得好好感谢姐姐。要不是姐姐提前让本宫去祈福，本宫恐怕还没时间自救。雨珍，我要杀了你！人蠢就该认命。你这个贱人！要是让皇上知道你的真面目，他还会爱，爱你吗？在这深宫之中，只有权力和地位才会给我安全感。像姐姐这种一心只求宠爱的人是不会懂的。白绫可怖，匕首见血。还是毒酒吧，这样可保姐姐一个完整的尸身。你那个长史爹看到姐姐的时候，不至于吓得一命呜呼。凡欺人者，他日必为人所弃。袁杜芳，这就是你欺负我的下场。玉珍，我诅咒你有朝一日亲历幼叔反目成仇，一无所有。玉珍这个贱人，现在把皇上哄得团团转，就连祭祀这种大事都让他一个贵人撰写祭词。娘娘息怒，不如咱们在祭祀之时找一些事情绊住他，这样他不就没法参加了吗？那就给他一个教训，让他知道知道，在这后宫到底是谁做主。小主真美。嘉莹，在这深宫之中，步步惊心。这次祭祀恐怕也有问题，谢谢你一直这么陪着我。小主说什么呢？嘉莹自小就跟着小主，小主去哪我就去哪。在我心里啊，你不是我的丫鬟，而是我的妹妹。我都想好了，等我们大仇得报，我就和皇上说认你做我妹妹，然后我再给你寻一户好人家，后半辈子啊衣食无忧。是，小主说的话奴婢都信。时辰不早了，咱们该出发了。今天的祭祀大典，切记一定要小心。娘娘恕罪，哪来的毛手毛脚的丫头？嘉莹，你去换衣房，帮我拿身衣服来，切记不可耽误大典。是。起来吧，下次别再毛手毛脚。谢谢娘娘。你是谁？我来了！你为什么？别乱动！小美人儿，放开你真香啊！哟，
妹妹今天怎么一个人？你那小丫鬟呢？参见贵妃娘娘。回娘娘，臣妾的丫鬟回去拿点东西。这祭祀快开始了，你的丫鬟别是迷路了吧？臣儿在此作甚。参见皇上。臣妾的衣裳湿了，让佳音回去拿套新衣服。可是佳音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时辰不早了，先进去吧。朕派人去寻他。可是祭祀乃大事，别误了时辰。是。迎祭酒，献祭词，跪。何事？皇上恕罪，皇上恕罪，皇上。受罪！大胆玉贞，你想要忤逆犯上吗？皇上明鉴，臣妾是冤枉的。你冤枉？这祭词一事本就是你负责，若不是你，难不成是李公公犯了祭词？皇上，奴才不敢，奴才不敢呀！皇上，奴才不敢呀！皇上，朕也不想冤枉你，但此事你得给朕一个交代。皇上明鉴，祭词的内容确实由臣妾亲自撰写，再交与公公。臣妾亲眼看见李公公将祭词放入锦盒中封存，臣妾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差错呀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李公公做了手脚？臣妾不是这个意思。皇上，按照玉贵人所言，这祭词除了他和李公公，便不曾交与旁人。既然现在他们二人都不承认是自己所为，臣妾建议不如交给慎刑司，总能审出个真相。奴才不敢，皇上饶别，奴才冤枉啊！皇上。皇帝，如此忤逆犯上之人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皇额娘，真儿心性纯善，朕相信她不会做出如此忤逆之事。兹事体大，还需彻查才是。皇上这般信任他，想来也是格外看重他。是啊，太后，您有所不知，这玉贵人短短2日便曾答应抬为贵人，皇上对她极致偏宠，她却不知感恩，如今竟还想造反。真是放肆！圣宠在身，竟还有如此歹心，哀家绝不能容你。太后娘娘恕罪，臣妾真的是冤枉的。抬起头来。妍儿，太后认识我姐姐。姐姐，你是妍儿的妹妹。皇额娘认识玉贵人的姐姐。皇帝可还记得5年前哀家在五台山祈福时感染了瘟疫，幸好被一个在山上采药的姑娘给救了，那姑娘便是妍儿啊。朕记得皇额娘当时还让儿臣重金悬赏那位姑娘。当年哀家回京后见了她，但她什么赏赐都没要，没想到今日哀家在这里会见到妍儿的妹妹。你姐姐近日可好啊？回太后娘娘，姐姐已经去世3年了。你姐姐对哀家有救命之恩，日后你在宫中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，尽管来找哀家，哀家给你做主。太后，您可别忘了，他写了那忤逆的祭词，该诛9族。哀家不信，妍儿的妹妹会有这种心思。可是，其中定有误会。皇上，太后娘娘，祭词一事却因臣妾而起，希望皇上和太后娘娘可以给臣妾一个机会，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哀家应允。
皇额娘都允了，那朕便破例给你一次机会。谢皇上。皇上，可否赐臣妾一杯水？来人，拿水来。皇上太后，请看，此墨遇水不化，不是寻常之物。据臣妾所知，这种遇水不化的墨，只有鎏金国才有。除了皇上的御书房外，剩下的似乎都送到了翊坤宫中。此外，宫中对纸笔管制严格，便是废弃的纸张，丝制坊都会来回收。而且，这宣兰纸只有正二品宫妃才有啊。确实宣兰纸不错。哼，你可知罪？皇上，臣妾冤枉啊！是你栽赃陷害本宫！姐姐言重了，妹妹怎么会陷害姐姐呢？只是此事，姐姐是否应该解释一二？我没做，为何要解释？皇上难道信他，不信臣妾？够了，朕儿也未曾诬陷于你，只是说出了自己的推断。忤逆大罪，你若解释不清，朕只能交由慎刑司来审。皇上恕罪，是奴婢干的。此词是奴婢偷偷换的，我家娘娘毫不知情，还请皇上饶了我家娘娘。翠柳姑姑，玉珍从未得罪过你，你为何要陷害于我？你这个贱人，若不是你得了皇上的宠爱，我家娘娘怎会失宠？皇上，是奴婢看不过玉珍恃宠而骄，不把我家娘娘放在眼里，这才想为娘娘出气，一切都是奴婢做的。翠柳，你怎能如此？皇上，奴婢以下犯上，罪不容诛。但我家娘娘是无辜的，还请皇上看在我家娘娘这么多年的情分上，放了娘娘。臣妾参见贵妃娘娘。你以为你赢了吗？臣妾听不懂娘娘在说什么。我是失去了翠嬷嬷不错，但你那陪嫁丫鬟也要为翠柳陪葬。你什么意思？现在她还没回来。佳莹，不要碰我！佳莹，我来了，是我，佳莹，别怕，佳莹，你冷静一点，佳莹，是我，佳莹，是我，佳
是我。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。皇上可是还在为江州筑桥的人选一事发愁。皇后觉得谁比较合适？于将军驰援西北刚回来，正是合适。朕也这么觉得。也罢，此事便交由于将军去办吧。皇上，臣妾身边的丫鬟不知被何人玷污，还请皇上还臣妾一个公道。什么？内宫中竟然会出现这种事？玉妹妹，事关重大，你所言是否属实？臣妾不敢欺瞒皇上和娘娘。佳音自小跟在臣妾身边，臣妾将她视如姐妹，还请皇上和娘娘为臣妾做主啊！皇后，你去查查到底怎么回事。是，臣妾遵旨。朕儿放心，此事朕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谢皇上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查清楚了吗？查清楚了。欺负了玉妹妹丫鬟的人名叫王春，是曾在翊坤宫当差的太监。翊坤宫？正是。皇上，此事可大可小，臣妾觉得不如先传于妹妹过来问问。传贵妃。本宫让你办的事可都妥了？娘娘放心，奴才呀还得多谢娘娘呢。那丫鬟的滋味啊，嫩着呢。只是有一事，奴才不知该说不该说呀。说。奴才发现那丫鬟后颈有一块叶子形胎记，似是跟镇国将军走失的族女相似。你说什么？皇上万福金安，皇后也在啊。于妹妹，你身边曾有个叫王春的太监，可还记得？当然记得。怎么，他出什么事了吗？半日前，玉贵人来找皇上，说是身边的丫鬟在宫中被人欺负了去。本宫奉旨调查，发现对方正是这个叫王春的太监，故特意来找妹妹问问。哦，竟有这种事！那王春先前在臣妾宫里很是安分，不过臣妾听闻，玉贵人身边的丫鬟跟王春是同乡，会不会是两个人一时情难自禁，无为苟合，闯下大祸？依臣妾看啊，既然发生了此事，皇上不如就好人做到底，赐王春和那丫鬟对食，以保那丫鬟名声周全。皇上，您看呢？于贵妃先退下吧，朕再想想。是。玉珍，新仇旧怨，咱们来日方长。算你有点本事，给本宫出的这个计谋还算不错。多谢娘娘，能为娘娘分忧是我的福气。皇上，臣妾知道您不想让玉妹妹失望，但此事涉及到于贵妃，还请您三思啊。更何况，臣妾觉得于贵妃说的也不全无道理。宫中出了这等丑事，若想保全那丫鬟的性命，倒不如就此般过了明路。臣妾知道皇上为难，此事就交给臣妾去跟玉妹妹说吧。
那筑桥一事，就交于御指挥使吧，就当是朕给真儿的补偿。娘娘，您快去看看金姐姐吧，她把自己关在房里1个时辰，奴婢怎么叫门都不开。佳莹，佳莹，你在里面干嘛呀？快把门打开！佳莹，你快开门啊！佳莹。好疼，对不起，佳莹，好疼，好疼。玉妹妹，余家在朝廷势大，此事需息事宁人，不如赐2人对食。想必妹妹也不愿皇上为难。奴才给玉贵人请安了。虽然皇上赐了你和佳莹做对食，但是从今天开始，你只是我颐和轩的下等太监，没本宫的允许，不准在前院出现。奴才的干爹可是太后跟前的红人，奴才在翊坤宫更是大总管。您这么安排奴才，怕是不太妥吧？那就滚回你的翊坤宫，当你的大总管。你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回娘娘，今天是于贵妃的生辰，每年的今天，皇上都会在翊坤宫陪贵妃娘娘。好好照顾佳莹，一步都不要离开。是。余英，本宫送你一份生辰大礼，你可要接好啊。李德顺，杨默。他。皇上恕罪。你怎么来了？真儿是来认错的。昨天回去之后，真儿心里很是不安，便想着，如果能来看皇上一眼，便是死也不怕。真的，一眼就够？小骗子！皇上就会欺负臣妾。方才若叫欺负，那这叫什么？臣妾今日特地学了点新东西，想跟皇上讨教一二。皇上怎的还不来？娘娘，臣妾听闻玉真进了御书房，皇上今晚怕是不来了。你说什么？这个贱人！娘娘，臣妾还听闻，这江州筑桥一事原本是要给于大将军，
可是啊，皇上为了安抚玉珍的情绪，就把差事给那指挥使府了。一个小小的指挥使府，也敢动本宫兄长的差事，这一次，本宫就和你新仇旧恨一起算。还在为你那丫鬟的事难过？太后，您怎么？昨日皇后跟哀家说了，还让哀家帮着好好劝劝你。哀家知道，你和妍儿在玉府生存不易，那丫鬟始终对你不离不弃，你为她抱屈也是应该的。太后，臣妾和姐姐过得不苦，还想瞒着哀家？自那日哀家见过你，就让皇上派人去查了你和妍儿的事。哼，你那不作为的爹和嚣张的嫡母，真是可恶。太后，臣妾怎么？难道你还要为他们说话？你嫡母刘氏嚣张跋扈，想来你和妍儿在她手底下定是吃了不少的苦，才让你们姐妹俩养成这么隐忍的性子，真是让哀家看着心里难过呀。太后，臣妾和姐姐不苦。好了，过几日便是妍儿明诞了吧？这次哀家破个例，让你出宫去看看她，别让她再为你操心了。谢太后娘娘。免了。佳莹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快回去休息，等我回来给你带糖葫芦。小主，奴婢听说你要去看二小姐，奴婢得跟您一起去保护您。可是，若是小姐不嫌弃，就带上奴婢吧，就当是带奴婢去散散心。小主，奴婢好像看到夫人了。快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哟，这不是我们的玉贵人吗？莫不是被赶出宫了？你干什么？玉珍见过母亲，不知母亲为何要抬出姐姐的棺椁？还不是你这死人姐姐克了我珠儿的胎！大师说了，只有把玉言这个贱人配了阴婚，逐出玉家，才能够保我珠儿腹中的胎儿。父亲，姐姐已死去3年，这么惊扰，恐怕不太好吧？哼，你嫡姐腹中怀的可是丞相长孙，孩子生下来，她才能够嫁入丞相府。若不是这个贱种纠缠不休，珠儿怎么会保不住胎啊？这都是她自找的。哼，父亲，怪力乱神之说不可信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老爷，瞧瞧你生的好女儿，当了宫妃，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，连她嫡姐的孩儿都不顾啊！母亲言重了。珍儿能有今天，全靠母亲和父亲的一手相护，自然感恩戴德。只求母亲给姐姐寻一门好良缘，
让姐姐在下面过得好受些。对方可是工部侍郎的九旬老爹，你那姐姐做了田房，还升了辈分呢。那就感谢母亲了。这时辰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宫了。哼。小主，您方才为何不阻止夫人？羽翼未丰，逞一时之气有何用？只有好好报答父亲和母亲的养育之恩，才算对得起姐姐。参见贵妃娘娘。娘娘，臣妾的眼线结了玉珍的家书，您是否要看看？本宫懒得看，你念。父亲安好，此次江州路途遥远，愿父亲一路顺遂。代问母安。既然玉贵人愿他父亲一路顺遂，那本宫岂能不帮帮的？小主，您果然料事如神。那于贵妃当真叫人结了您的家书。父亲为姐姐寻了一处好姻缘，我也要为她寻一个好差，是不是？参见娘娘。娘娘，于将军的信到了。兄长果然没让本宫失望。那玉万金行至江州后，看着数马车的铸桥款，果然起了心思。他在江州以次充好，滥用劳役，累死不少苦役。那刘氏竟还在玉城赌场替他洗钱，哼，这玉家还真是蛇鼠一窝呀！太好了，娘娘，咱们赶紧去告诉皇上，让皇上狠狠治玉家的罪，这样玉珍一旦成了罪臣之女，就再无翻身之日了。说你蠢都是在夸你。玉珍现在正得圣宠，以防皇上对她有私心，我们倒是可以换个法子。什么法子？本宫听闻前段日子太后特地派人调查岳父，对那一家子的阿扎氏很是不满。若是让太后知道这些，你说她会怎么做？娘娘圣明，臣妾这就去办。参见娘娘。娘娘，这段日子金姐姐每晚都要沐浴1个时辰，也不让奴婢进去加热水，奴婢真担心她在里面冻坏了身子。这段时间都这样。奴婢还经常听见金姐姐沐浴的时候说自己太脏了。务必要仔细照看佳怡，千万不要让她看见王春。是娘娘。小主，太后那边好像已经查出老爷和夫人在江州做的事儿了，这会儿正在跟皇上商量如何处置呢。听说于贵妃也在。佳莹，小主，代我借余英的手给姐姐报了仇。小主，下一个就是她。既然看戏的都登场了，我这唱戏的角儿怎么能不去呢？太后、皇上、娘娘，臣妾的母家。珍儿，若是为了你母家之事来求情，那就免了。你父亲岳万金中饱私囊，滥用徭役，还以次充好。你那嫡母私设赌坊，大肆洗钱，他二人做的桩桩件件，朕就是杀了他们都难以解恨。不是的，皇上。父亲担任指挥使以来，一直都是兢兢业业，从未踏错半步。
臣妾的嫡母刘氏也是勤俭持家，从不嚼舌，他们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呢？还敢狡辩？本宫问你，你头上这金钗是哪儿来的？是臣妾进宫时嫡母送的。皇上，这绣春坊的金钗一年只造3只，这御府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指挥使府，怎可能买得起价值千金的点翠金钗？不是的，娘娘，您误会了。像这样的金钗，嫡姐房中还有很多，这怎么可能是绣春坊的孤品呢？够了，这金钗就是绣春坊每年的孤品，就连哀家和皇后都很难拿到。怎么，一个指挥使的长女，竟有很多？太后息怒，臣妾不是，臣妾，我。起来吧。说与不说，他们都要为自己的所为付出代价。可是皇上，臣妾已经没有姐姐了，臣妾不能再失去双亲了呀。玉万金夫妇苛待你们姐妹俩，你姐姐又被刘氏害死，这些仇你都忘了吗？竟还想他们有活路？可是他们对臣妾有养育之恩啊，臣妾作为女儿，自然是不能置身事外的。如果要罚，就连臣妾一起罚了吧。放肆！你在威胁哀家吗？不是，此事哀家已和皇帝定，玉万金夫妇犯下重罪，辜负皇恩和百姓，赐死。不！这儿！玉贵人是悲戚过度，气血攻心所致。将此物放在娘娘鼻息，便可苏醒。有劳太医。小主，您没事儿？嘘，小主演技当然了得，奴婢还以为您真的昏了过去。我若不这么演，怎么能够让他们相信我真的纯善到可以抱怨？可若是皇上和太后当真被您感动，赦免了老爷和夫人，不会的。我越是百般退让，他们就越恨透了我的嫡母和生，便越发会急切的让我改掉这懦弱的心。废除玉珍的位分吗？皇上可是还在担心玉贵人。皇额娘，你不要怪罪珍儿，她就是太善良孝顺了，为了顾全养育之恩，哪怕会得罪你，她还是这么做的。唉，跟着姐姐是一个性子。正是因为她的善良，所以儿臣才更想珍视她。可在这宫中，哀家担心以她的性子，可能会受更多的苦啊。珍儿，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臣妾的母家犯下大错，臣妾不该说一些徇私包庇的话，顶撞了太后和皇上，还请太后和皇上恕罪。想让皇额娘和朕宽恕你，那你就去监督玉婉清夫妇的死刑吧。皇上，臣妾……皇额娘说的对，若你的性子再不改一改，
日后朕怎么放心你在这宫中？可是，好了，此事真意已决，无需多言。哼，玉珍，咱们走着瞧。我的好女儿，你可算回来了！皇上那边怎么说的？父亲，这外面人多眼杂，咱们进去慢慢说。从今以后，再无玉府。好女儿，此事实在非我之过呀。周乔辛苦，我只是从中赚点小钱，有何不对？况且此事原本办得妥当，为父日后用自家铺子把钱洗干净，绝不会被任何人察觉。可你的嫡母实在太过贪婪，竟在御城中私设赌坊，3天时间洗了整整3000两白银，这才被于将军给查个正着。你说说这……好女儿，你可要在皇上面前替为父求情啊！啊，皇上态度如何呀？父亲，你糊涂呀！那可是3000两白银，皇上知道此事勃然大怒，就连女儿都差点被牵扯其中。不过父亲也不必过于担忧，此事还有转机。女儿，只要能够保住玉府，一切就按照你的法子来。我已经告诉皇上，此贪污和洗钱乃母亲一人所为，这玉城中的赌坊也在母亲名下，和父亲无关。皇上对此深信不疑。唉，只是女儿尽力周旋，还是未能保住母亲，是女儿无能啊！哎呦，好女儿，此事怪不得你，要怪就怪你母亲，太过贪婪，才成了今天这泼天祸事。可她毕竟嫁给为父多年，不如就赐给她一杯毒酒，给她一个体面。万万不可，父亲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太后和皇上震怒，要不是女儿拿着，这玉府她早已被满门抄斩。实不相瞒，女儿此番回来，是皇上下令让父亲斩杀母亲，以表忠心，否则。好女儿，为父知道你很为难，想必你母亲恭顺贤良，也会愿意一起保整个玉府太平。此事就按照旨意来办。来人，把这罪妇给我拖进来。姐姐，珍儿这就送刘氏去见。父亲，母亲此般模样，怕是还不知罪呢。大胆刘氏，竟敢私自贪污朝廷建筑款，私开赌坊洗钱，你可知罪？玉文君，你在说什么？那3000两白银明明是你派人亲手交予我，如今你却这么说，你这个丧良心的负心汉，你想拿我挡刀啊？你做梦！父亲，刑部的人都在外面候着，若是听到母亲此般叫嚷，我怕这一切都功亏一篑了。快把这个贱妇的嘴给我堵上！不可！若是他们听不到母亲的惨叫声，回去也不好交差。不如我们赶紧给母亲一个痛快。你这个小贱坯子，我是你嫡母！
你敢打我，你真是大逆不道！母亲言重了，女儿怎么会打您呢？请吧。婉儿，你……父亲请吧，别让官爷等太久。若见，你疯了！这些年，要不是我给你洗钱，你贪的那些公款如何进得了玉府？父亲，想我刘荣，不足身份高贵，去下嫁你这不信不信之人，是我瞎了眼。岳文清，你不能好死啊！世间的字皆佛情，皆佛情。女儿，可能交差。姐姐，你看到了，我终于为你报仇了。母亲这临死前倒是活得轻盈。你那千娇万宠、如珠似宝护着的你，嘿！你这个小贱坯子，我死也不会告诉你珠儿在哪儿。让我猜猜，我那嫡姐不会逃到丞相府吧？唉，母亲，你一生算计，你没有想到，皇上现在厌弃了玉家，我那嫡姐没了娘家的倚仗，之后丞相府该如何对待？你这个贱人！母亲死了，父亲，该轮到你。皇上厌弃了玉府，他根本就没有信你的话。你故意骗我，杀了你的母亲，你到底是何居心？我是何居心，父亲难道心里不清楚吗？此情此景，父亲难道不觉得熟悉吗？当初，你可是眼睁睁看着毒妇打死我的姐姐。你疯了！你疯了！啊！玉府获罪，宫里怎能容得下你这个罪臣之女？这就不劳父亲操心了，您就安心上路吧。这是皇上给我的令牌，他让我亲手给我的姐姐报仇。我竟然信了你这个贱人，小生杀了自己的枕边人。玉琛，你不得好死啊！父亲放心，我会找到嫡姐，然后让你们一起上路。
圣上口谕，赐死指挥使玉万金，查封指挥使，其他人等打入天牢，等候处置。皇上，是臣妾无能，臣妾没能找到父亲吞没的那3200银，嫡妾也不见了，还有嫡母被胡姬活活鞭杀。你这次做得很好，难为你了。那3200银和你嫡姐的去向，朕自会派人去寻。今日吓坏你了吧？今日嫡母和父亲就活生生的死在臣妾面前，臣妾却什么也做不了。臣妾真的是不孝之妻。皇上，臣妾知道嫡母和父亲是罪有应得，可是嫡姐她全然不知道此事。她现在身怀6甲，万一出去被他人利用，这后果不堪设想啊！皇上，稚子无辜啊！皇上，你说什么？嫡姐，好久不见。怎么，看到我你很惊讶吗？妹妹，你肯定是来救我的，对不对？父亲母亲都该死，是他们贪赃，跟我没有关系啊！你快替我向皇上求求情。我的好姐姐，我原本是想放过你的，可惜母亲太疼你了，3200银都给了你。你若带着这些远走高飞也就罢了，可你偏偏来投靠你的情郎。你可知我是如何找到这里的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正是你的好情郎，丞相府的嫡子。他为了撇清自己的罪行，去和皇上交代了你的下落。姐姐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你来投奔他，却反倒被囚禁，还打掉了腹中的胎儿。唉，只可惜，听说这男婴啊，都已成型了。别碰我！别碰我！不过没关系，这丞相府可不是只有这一个嫡孙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把话给我说清楚！你那好情郎早在外面有了外室，孩子都已5岁有余，不然他为何迟迟不肯娶你进门？他就是想和你珠胎暗结之后再松口。毕竟一旦有了孩子，哪怕是根眼中钉、肉中刺，你都会忍下。不可能！你早就知道，所以你才会把他让给我。姐姐说笑了，妹妹怎么会让给你？这一切不都是你想要的？不，这本应该是你的人生，不是我的。你这个贱人，你根本就没想来救我。当初我和姐姐在府中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？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。覆巢之下，安有完卵？玉珍，你别以为玉家覆灭，你就能有好下场。来人，在。
皇上说玉家贪婪，爱财如命，所以赐你吞金死。不知姐姐可否欢喜？替本宫好好送姐姐上路。春天来了。真儿，过来。姐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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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好想你啊！玉姐姐，你还好吗？玉姐姐，柳妹妹，哦，是我，玉姐姐，我听说了你家里的事儿，特意过来看看你。乖，没事了，咱们会好好的啊。小主，你真的不需要我了吗？看见没？人家才是姐妹情深，你个臭丫鬟，只有我陪着你。玉姐姐，这个是我偷偷去御膳房自己做的，可好吃了。真是姐妹情深啊！看来本宫来的不是时候。臣妾见过贵妃娘娘，见过贵妃娘娘。玉贵人还真是皇上的孙监者，他在御书房为你的去留，同那些大人吵得不可开交，却不露半点风声给你。你说什么？你以为后宫是什么人都能留？你母家那些阿杂事弄得人尽皆知，别说那些宗族老王爷，便是督察院也不能让你留下。娘娘说的是，玉珍乃罪臣之女，给皇上添了很多麻烦。我这就去找皇上说，废除臣妾的位分，还前朝后宫一个安宁。娘娘，皇上当真会废除玉珍的位分吗？罪臣之女又无子嗣傍身，就算皇上留下她的贵人之位，日后她也无法晋升。再说了，你觉得朝中那些老顽固能同意吗？皇上，微臣认为像于将军那样前朝奋勇杀敌，于贵妃后宫协理，只有这样家世的人才配留在后宫。放肆！朕的后宫还能轮到他于家来做主吗？皇上，那御史本就身份卑微，又无子嗣傍身，此般晋升贵人，亦是皇恩浩荡。那御史不知感恩，家里又出这样污糟的事，皇上请三思啊！小主，咱们还进去吗？先回去。小主为何写着诀别书？我要让皇上知道，这满朝文武都在逼他，只有我会为了他让步。他若想留下我，就必须为我清除所有障碍。到那时，便是我们的翻身之日。小主，这时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皇上收到这封信就会明白，即便我们分开，我的心也会一直追随。把这封信送到御书房，记住，不要让人看。
玉贵人这是要擅自离宫吗？臣妾参见贵妃娘娘，臣妾已自请去寺庙休息，不知娘娘还有何不满？本宫最大的不满就是你还活着，别以为你走了，本宫就会放过你。真儿，余音，今日我便赌上一赌，帝王的真情与功高盖主的威胁，他会怎么选？真儿，你怎么样？真儿，真儿，皇上，臣妾是罪女，皇上不应该再来关心臣妾。你这贱人，竟敢算计本宫！皇上，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这罪女故意安排的，请皇上明鉴。发生了何事？如此吵闹。妹妹这是怀皇后娘娘最近前朝后宫，因为民女的家事闹得沸沸扬扬，民女自觉不配皇上的宠爱，故想偷偷离宫去庙中休息，没想到还是惊扰到了皇上。妹妹何苦如此？玉家的事本就与你无关。还记得朕跟你说过的话吗？传旨，玉府庶女玉珍因病身故，金陵御史嫡女玉珍，玉沁名门，温贡茂著，进妃位，赐字义，移居永寿宫。还疼吗？鲁皇上给玉珍称药，玉珍不疼，只是皇上今日给玉珍抬了妃，玉珍没有娘家倚仗，也没有子嗣，这心中实在难安。你呀，不必多想，朕答应过，要护你周全，绝不能再失言。珍儿，给朕生个孩子吧。玉珍，你这贱人，到底用了什么狐媚手段，竟把皇上逼成这样？娘娘息怒，娘娘。你也是个废物！明明与那贱人同日进宫，她都成了妃，你却连皇上的龙床都没爬过。臣妾无能，臣妾只求能侍奉在娘娘左右，为娘娘分忧。分忧？本宫看你只会添堵。娘娘，臣妾记得于大将军眼下就在京城，听闻他与国师的关系甚好，我们是不是可以？这次你倒让本宫刮目相看。娘娘谬赞，臣妾只希望能够帮到娘娘。来，既如此，太后就交给你了。待大功告成，本宫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谢娘娘。皇上，臣妾知错了，您就原谅臣妾了。
皇上，国师大人来了。宣。国师大人请。皇上，微臣今日夜观天象，发觉在南方朱雀七宿中，只有10月才明亮的鬼金阳隐隐发黑，似是宫中出现了天煞孤星命者。如今命星反冲，恐有遮月之事。遮月？皇上，皇后娘娘突然晕倒了。皇上，太后娘娘突然晕倒，现在昏迷不醒了。什么？皇上，鬼金阳是朱雀头上的主官，为主惊吓，多凶，故星象大凶。宫内主月者，一是太后，二是皇后。不知在此方向居住的娘娘有没有双亲带金的？南方，那不是玉妹妹的永寿宫吗？皇上，臣妾听闻玉妹妹的生母似乎姓金。李德顺在。宣义妃是。娘娘，国师大人跟贵妃正在养心殿虎视眈眈等着你，皇上更是龙颜大怒，您可要小心应对呀。多谢李公公提点。这国师大人和于将军关系甚是密切，看来我们这位贵妃娘娘是要坐不住。站住！皇上，懿妃娘娘门前放风乃是大煞，有冲撞之嫌，万万不可让她进来呀！但竟无妨。皇上，国师所言，如今俱已成真，不得不信啊！为今之计，唯有将懿妃妹妹赶出宫去，方能解此为难。皇上，臣妾不知因何得罪了贵妃娘娘和国师大人，他们竟然要将臣妾赶出宫，还请皇上赐臣妾一个明白。不知因何，近日宫中频频有祸事发生，太后和皇后一病不起，宫外更是有江州水患之事，这一切都是自你进宫而起，你就是个祸害。皇上，您不可再被他的美色所迷惑。想想因他而病的太后和皇后。皇上，你也觉得臣妾是个祸害吗？你已经克死了御史全族，现在还要祸害和宫吗？皇上。来人呐！将一杯。正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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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儿。懿妃妹妹真是会演戏，一听说要被赶出宫就晕倒。既然身子那么孱弱，就别……皇上大喜啊！懿妃娘娘有孕，已有月余。当真？微臣不敢胡言。只是懿妃娘娘身子虚弱，眼下还需好好安胎才是。恭喜皇上，恭喜娘娘，恭喜娘娘。真儿，你怀了朕的第一个孩子。臣妾也恭喜皇上。赏，永寿宫、太医院，统统有赏。多谢多谢皇上。刚才皇上在，本宫不好多问。现在四下无人，你就如实告诉本宫，腹中胎儿是否有恙？唉，娘娘明鉴，方才微臣为您把脉时，发现您气血两亏，
应该是常年积攒下的病症，即便是现在就开始熏艾，恐怕也难以撑到足月。那若是不熏，能撑到何时？以娘娘现在的情况，大概月余。眼看就要将那贱人赶出宫去，结果她竟有了身孕，难道老天爷也在向着她？娘娘息怒啊，娘娘。这孩子能不能生下来，还是个未知呢。娘娘，臣妾听闻，只要在这风筝上写上愿望，这风筝啊飞得越高，愿望越容易实现。那孔明灯是不是也？那本宫便偏叫它如愿偿。今日是家宴，庆祝朕终于有了皇嗣。来，玉妹妹，你如今身子重，便是果酒也是不能轻易碰的，不如尝尝我这桂圆汤，滋阴补气。谢皇后娘娘。大喜大喜呀！太后娘娘万福金安，免礼。皇娘，哀家就知道，国师啊是一派胡言，什么天煞孤星。哀家如今呐，身子大好，你又即将为皇帝绵延子嗣。皇帝，真儿分明是个福星啊！谢太后娘娘，玉珍能为皇上延绵子嗣，是玉珍的福气。好，好。皇上，太后娘娘，臣妾认为懿妃妹妹这一胎珍贵，不如就在宫中燃放天灯祈福，以保皇嗣平安降生。正合朕意。那祈福便定在明晚，届时大家都可在乾清宫一同观礼。谢皇上恩典。大胆奴才，急着去上坟不成，冲撞了娘娘，该当何罪？何事如此慌张？回娘娘，奴才今日煎药时忘记灭火，这初春天干物燥，奴才害怕火星子会随着东南风飘到柴房走水，无意冲撞。东南风，天灯。玉妹妹可是来的有些晚了，皇上都等好一会儿。来，珍儿，快瞧瞧，朕写的祝词如何？离龙河下一生珠，便与人间众宝书。珍儿，这是朕的皇长词，于朕而言，便是如珠似宝。皇上，倘若你知晓这个孩子的出现只是如梦泡影，又当如何？珍儿，还记得我们的初见吗？当时你问朕为何不许愿，那时朕没有愿望，现在朕唯一的愿望，便是你和孩儿平安。一定会的。玉珍，待火烧永寿宫之时，本宫看你还如何勾引皇上。孩子，
阿娘愿折寿10年，换你平安降世。可惜阿娘没这个福。皇上，臣妾有些累了，还请皇上让臣妾回宫休息。来人，送一妃回宫。那些落入永寿宫的天灯可都处理好了。娘娘放心，我已经处理好了，不会被人发现。好，本宫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。皇上，懿妃娘娘醒了。真儿，你醒了。万幸万幸，没事就好。臣妾以为再也见不到皇上了。孩子，真儿，是朕对不住你，咱们还会有孩子的。孩子，玉妹妹，身体重要，切莫太过伤心。是臣妾无用，是臣妾无用，臣妾无用，我的孩子。我的孩子。查清楚失火原因了吗？回禀皇上，此事尚未查明。皇上，奴婢在永寿宫后院发现此物，拿过来。诬害皇嗣，你该当何罪？你姐姐为什么？她只是个还没有成型的胎儿，我们母子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？你要用这么恶毒的办法来对付我们？皇上，一定要为我们的孩子做主。臣妾，皇上，这事不关臣妾的事啊。这法子是顾大爷告诉臣妾的。皇上，顾大爷，此话当真？皇上，此事虽然是臣妾提出来的，但臣妾绝无谋害皇嗣之心。皇上，那谋害哀家也是无心的吗？昨日宫宴后，懿妃发觉哀家有中毒之象，便派人在宫中几番搜寻，最后搜到此物。顾大爷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哀家的书齿内动手脚！臣妾没有，请皇上明察。昨日宫宴前，是你帮哀家梳的头，不是你，还是谁？我这镂空的梳齿当中，乃是剧毒的蝴蝶兰，触之便会夜夜陷入梦魇，精神衰微，最后死去。顾大爷，你还有什么可以解释的吗？皇上，毒害太皇上永寿宫的事情，都是贵妃娘娘指使我
念在我的父亲还在前线为大连抗战杀敌的份上，这就饶了我这一次吧，皇上，求你了！如雪，你这个贱人，竟敢在皇上面前胡言乱语！我胡言乱语？自打进宫起，就视我如你手中的一把刀。这桩桩件件，哪件事不是你指使我的？皇上，臣妾与您自幼相识，哪会有这般恶毒的心机啊？贵妃娘娘，你怕是忘了，若不是赵将军独女走失，怎会有你如今这般潇洒？当日皇上早有婚约的人是赵晏殊，是你抢了他的贵妃之位。够了！证据拒绝，朕不想再听你们二人狡辩。传旨。答应顾许谋害太后、皇嗣，赐自尽。贵妃于氏，念在母族有功，免其一死，尽足翊坤宫。此生永不相见。晋懿妃为懿贵妃，掌六宫协理之权。佳怡，你会不会很看不起本宫？娘娘为何这样问？以自己的骨血以身如躯，扳倒于一。事已至此，娘娘无需多想。若是一蹶不振，才是真的对不起小皇子。在这后宫之中，不争不抢，只有等死。听闻赵老将军班师回朝，参了于将军一本，说是于将军支援不及，差点害边境失守。看来这次语音是真的翻不了身了。正是。既如此，我们便去送他最后一程。本宫是皇上亲封的贵妃，我兄长是当朝一品大将军，你们这些狗仗人势的东西，竟敢这么对我！姐姐真的是好兴致啊，都落到这般田地了，竟然还在做美人。你这贱人，你以为你赢了，没了孩子，你在宫中也无法立足。忘了告诉姐姐，这孩子本就保不住。要不是姐姐这场大火，本宫还在忧虑该怎么处理这个孩子。你这毒妇！不知道于姐姐是否还记得沈贵人？她死得好惨啊！你说这深宫寂寞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她会不会来找于姐姐，一叙旧情？你少在这吓唬本宫！就算那贱人真的来了，本宫也不怕。你别嚣张，待我兄长打胜仗归来，我马上就能出。于姐姐还真是天真啊！这前朝谁人不知，赵老将军打胜仗归来，参了于将军一本，说于将军支援不及，差点害边境失守。皇上震怒，查封于家，却在于将军的书房里发现一件龙袍。你胡说！我哥哥绝不会做忤逆不道之事。会不会很重要吗？重要的是皇上想怎么做。
你们兄妹俩，一个在前朝功高盖主，一个在后宫只手遮天。你猜，皇上对你是不是真心的？不可能，我陪了皇上这么多，他不会这么对我的。这深宫之中，明争暗斗，谁又能真的获得圣心？于贵妃进宫这么多年，不会连这一点都不知道吧？玉珍，你不会觉得我死了，你就能安枕无忧了？以前有我，以后就会有赵贵妃、李贵妃，甚至还会有皇后。这宫中的争斗永无休止，我就不信你能笑到最后。至少，我已经赢了你。这是皇上让本宫带给你的东西，说是念在多年情谊，赐你一个体面的死法。皇上，您真的想让臣妾死吗？佳怡，该你报仇了。贵妃娘娘，请吧。金佳莹，你可知镇国将军赵老有一个走失10多年的独女？这独女自出生就与皇上有婚约，待及笄后，她就要进宫做贵妃的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此女的后颈有一处叶子形胎记，走失时身上还带着赵家的祖传玉佩。你本该拥有衣食无忧的一生，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，可看看现在的你，被人欺辱，被人玷污，这一切都是拜谁所赐呢？早知如此败人心，何如当初梦相识？皇上，我于英对做过的事无怨无悔，我只恨我对你的爱，让我葬送了整个于家。皇上，玉珍，我会在阴曹地府看着你们姐妹相争，你死我活。我于英没有输给你。你本该拥有衣食无忧的一生，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，可看看现在的你，被人欺辱，被人玷污，这一切都是拜谁所赐呢？别乱动！人善被人欺，这种受辱受苦的日子，我够了。约好，我绝不会再任人鱼肉，更不会再坐以待毙。烦请公公将此玉佩转交给皇上。那不是贵妃娘娘身边的宫女吗？以后不是了。
夏莹，咱俩可好久没有亲热了，咱家都想死你了。真的很想吗？那当然了，这几天你一直陪着娘娘，我呀，好久都没跟你亲热了，快来让我亲亲。那你就去死吧！参见太后。太后，这玉妃娘娘身边的宫女着实狠毒，竟敢在宫中杀人，可怜我感儿王春死不瞑目啊！求太后还王春一个公道啊！真儿，哀家知道你之前是被余英算计，失去孩子，待哀家挑个吉日，便让皇上封你为皇贵妃。太后，但你那陪嫁宫女杀人一事，你也要给哀家一个交代。是，臣妾领命。这些首饰虽然不算贵重，但好在没有官印，你出了宫便能典当换钱。另外，我会找一具尸体替代你，皇上不会发现的。来，佳莹，你恨的余英和王春都已经死了，你的仇也算报了。为今之计，我只能先送你出宫，保全性命。日后我会给你寻门好亲事，保你后半辈子衣食无忧，好不好？可是小主，我从始至终最恨的人都是你呀！因为你，我被人掌掴；因为你，被人欺辱，甚至被人玷污。我之所以有今天，就是因为我太信任你了。可是我的好小姐，你不是说过你会好好保护我的吗？佳莹，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呢？但也是因为你，我才能活到今天。这条命我还你，佳莹，小姐，佳莹，你们母女对我的恩情我还了，日后这世间便再无金家印，只有陈国大将军独女赵彦舒。玉是玉贞，德才兼备，端赖柔嘉，仰赖皇太后慈玉，册封为皇贵妃，钦此。姐姐，佳莹，如今我们大仇得报，可这深宫之中，陪着我的只有这冰冷的权力和地位了。后宫可以有无数个女人，但这天下只有一个皇后。前朝和后宫，千丝万缕。像你这样没有家世和背景的女人，刚好适合陪着朕。
听说了吗？这次选秀，镇国大将军刚找回来的独女也来了。听说走失了很多年，我倒想看看她到底长什么样呢。其貌不扬又何妨？赵晏殊当年便是太后钦点之人，进宫便是要入选贵妃的。更何况如今赵老将军又立下如此大功，这样的家世，即便是当年的于贵妃也比不得。皇后娘娘、皇贵妃娘娘驾到！见过皇后娘娘、皇贵妃娘娘。人都到齐了吧？皇上政务繁忙，此次殿选就由本宫与皇贵妃娘娘一起。启禀娘娘，还有一个秀女未到。哦，是哪家的秀女？臣女赵彦珠参见皇后娘娘、皇贵妃娘娘。